大家有沒有想過，過去這幾十年，我們都習慣了一件事，東西好像越來越偏移，而且拿到手的速度越來越快。這背後其實有一套全球合作的劇本，叫做自由貿易。但今天這本劇本正在被徹頭徹尾的改寫，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聊聊全球商業的運作邏輯正在發生一個根本性的轉變，一個從過去追求效率至上，全面轉向安全第一的新時代。等等，這句話聽起來會不會太誇張了啊？供應鏈經理不就是每天盯着 Excel 算成本、追物流嗎？什麼時候開始他們的工作搞得跟情報員一樣，還要看得懂什麼地緣政治、地圖、制裁名單？我一直以為做生意不就是想辦法把東西做得又快又好又便宜，就這樣而已啊。你悟到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因為現在這真的不再只是單純的生意了，這背後是一場非常深刻的結構性轉變。尤其是當全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跟中國，他們決定不要再照着同一套規則玩下去了。這個決定直接在全球的貿易體系中撕開了一道巨大的裂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大斷裂。你看哦，這兩邊現在都在蓋自己的堡壘。美國的策略叫做小院高牆，意思就是把我最厲害、最關鍵的技術，像是 AI 半導體這些，用一道很高的牆圍起來，不讓對手輕易拿到。那中國呢？他們就推動雙循環，一方面努力刺激國內的市場需求，另外一方面也拼命發展自己的技術，目的就是要減少對國外供應鏈的依賴。這整個情況就很像一對原本合作無間的事業夥伴，現在決定拆夥。他們不只是分了辦公室而已，而是各自建立了完全不一樣的作業系統跟客戶名單，然後還要求所有下游廠商，你們得選邊站。哇，選邊站！天哪！這對企業來說根本是噩夢吧？建立兩套供應鏈，這不就代表你要養兩組團隊、兩套庫存，還要符合兩邊完全不同的法規？這成本跟複雜度根本是直接翻倍耶！這真的有可能做到嗎？還是這只是個理論上的說法？說真的，這聽起來很瘋狂，但它真的就是現在進行式。這已經不是一個選擇題，而是變成一道生存題了。對很多跨國企業來說，這是一個極度痛苦，但又不得不去面對的現實。好，我大概理解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了。可是，這會不會就只是他們兩個大國家的事啊？其他國家難道就不能安安靜靜的在旁邊做生意，兩邊都不得罪嗎？如果可以這麼簡單就好了。但現實是，這非常困難。因為這種緊張的局勢，等於是給全世界的政府都上了一堂震撼教育，那就是過去我們認為是合作基礎的經濟依賴，現在隨時都可能變成攻擊對手的武器。這就是所謂的經濟武器化。我們最近才看到一個活生生而且超殘的例子，就是俄烏戰爭之後的歐洲能源危機。你想想看，當俄羅斯把通往歐洲的天然氣管線法門一關，德國那些化學、鋼鐵這些最核心的工業，幾乎是立刻就休克了。這件事給了所有人一個教訓，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且那個籃子的提把還握在別人手上，那你就等於是把自己的經濟命脈完全交了出去。我懂了。所以以前大家搶石油，那下一個會讓全球都繃緊神經，甚至可能引爆衝突的關鍵資源，到底會是什麼？答案或許就藏在這個數字裡。你看，80%，這可不是什麼普通的市占率哦，這是中國在全球稀土礦物加工市場的絕對主導地位。稀土是什麼？它就是我們邁向綠色未來不可或缺的魔法元素。從電動車的馬達到風力發電機的葉片，通通都少不了它。還沒完哦，再看下一個數字，超過60%，這是中國在電池負極材料生產的佔比，這可是電動車心臟的關鍵部分。所以你看，把這兩個數字疊加起來，就描繪出一個非常清楚的圖像。在全世界拼了命在做能源轉型的同時，我們很可能只是從對中東石油的依賴，轉向了對另外一種而且更集中的供應鏈依賴。我懂了，這情況真的很棘手誒。如果說最有效率、最便宜的供應商，同時也可能是政治風險最高的來源，那企業到底該怎麼辦？
總不可能就這樣停產關門大吉吧？替代方案是什麼？當然有辦法，這就催生出一個現在非常紅的新名詞，是由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大力提倡的，叫做有案外包。簡單來說，就是把你家的生產線和供應商搬到那些跟你政治上比較可靠、價值觀也比較接近的朋友國家去。等一下，朋友這兩個字通常也意味着比較貴吧？這些國家的勞動成本啊、法規標準可能都比較高啊。那這多出來的成本到頭來不還是會反映在商品的價格上，由我們這些消費者買單嗎？你完全說到重點了，沒錯，短期之內成本確實會上升，但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想，這筆多出來的錢，它不是成本，而是保費。這就像你買保險一樣，你願意每個月多付一點點保費，來確保你的房子不會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就整個全毀。對企業來說也是一樣的，支付一個可以預測的比較高的價格，遠比去面對供應鏈突然斷裂、生產全面停擺的那種毀滅性風險要來的划算太多了。除了找好朋友，還有另外一招，就是拉近地理距離，也就是所謂的近岸外包。比方說，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把原本設在亞洲的工廠搬到隔壁的墨西哥，這不只是為了節省運輸時間而已，更重要的是，你想想看，當危機發生的時候，管理和應對一個開車就能到的工廠，絕對比一個要飛越半個地球的工廠來得容易和快速。有岸近岸，聽你這樣一說，我腦中浮現一個畫面：以前那張平坦的全球化的世界地圖，現在好像變得崎嶇不平，還充滿了各種不同的聯盟和壁壘。那企業不就像一個迷航的船長嗎？到底該怎麼在這片陌生的海域上找到一條安全的航道？你這個比喻超貼切，沒錯，世界正在碎裂成好幾個區域性的經濟圈，而且每一個圈子都有自己的一套規則手冊。比方說，光是在亞太地區，就有2個主要的貿易協定在互相競爭。一個是由中國主導的 RCEP， 它的目標很明確，就是降低關稅，讓成員國之間的貨物可以更順暢的流通。但另一個 CPTPP 呢，就更強調勞工權益、環境保護這些比較高的標準。所以現在的企業必須學會同時在好幾個不同的規則體系下面運作才行。好，我們聊了這麼多挑戰跟風險，那總該來談談解方了吧？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世界裡面，一家全球企業的生存手冊到底該怎麼改寫才對？以前那本舊的生存手冊，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大概就只寫了2個字：成本最低化。但那本手冊早就該丟掉了。新的手冊要求每一家企業都必須為自己安裝一套地緣政治雷達系統。這套系統看的不再只是地圖上的直線距離，它更要能夠偵測到政治氣候的變化。這個雷達系統有3個核心功能。第一是風險量化，也就是說，不能再憑感覺了，而是要用數據模型去計算說，萬一 A 國對 B 國實施制裁，我的營收會損失多少。第二是制定應變計劃，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B 計劃、C 計劃。如果我最主要的港口被封鎖了，我有沒有替代的陸路或空運方案？如果我最主要的工廠停工了，備用的產能在哪裡？第三叫做身份多元化。現在最成功的跨國企業都開始讓自己變得更像變色龍，在不同的市場展現不同的面貌。比方說，他們會推動在中國為中國的策略，盡可能地讓自己融入當地，來降低被視為外來者的政治風險。所以，如果我們要為今天這場分析做一個最終的總結，我想很簡單，就是安全已經正式取代了錢本，成為未來10年企業最昂貴卻最不可或缺的核心資產。我們真的正在告別那個可以放心的把一切都外包給最低價供應商的黃金時代。沒錯，過去40年，整個商業世界奉行的規紐就是 just in time， 即時生產，追求零庫存、高效率。但現在看來，這個時代正在被一個全新的邏輯給取代，那就是 just in case， 以防萬一。這個不禁讓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從開公司的企業主到我們每一個普通的消費者，我們是不是都真的準備好去迎接這個充滿萬一的世界，並且為它付出更高的代價了呢？